中国楼市见底了吗？最近啊，高盛、摩根士丹利和标普三大国际投行轮番放大招，给中国房地产市场判了死刑。高盛不光预测说未来1年房价还得再跌20%至25%，更吓人的是，他们说这还是建立在政府出手救市的基础上。换句话说，要是政府不给力，那跌幅可能更大。不光是高盛这么说，标普最新报告指出，中国房地产市场可能要到2025年下半年才能见底。摩根士丹利也警告说，就算政府立即注资8万亿，市场最快也得到2027年才能企稳。这三大投行难得意见一致，看来这房市是真的完大了。咱们来算几笔触目惊心的账。第一笔，库存账。到2024年底，中国未售出的房子预计高达93万亿，这数字太大了，是不是？咱给大家掰开了说，假设每套房子均价300万，那就是310万套房子在等买家。你猜2021年市场最火爆的时候，一年能卖多少套？也就200万套。现在市场都这样了，今年要是能卖100万套就不错了。再给大家补充个最新数据，今年前10个月，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9.3%， 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7.8%， 百强房企的10月销售额比去年同期暴跌 42.6%， 这已经不是下滑了，这是断崖式下跌啊。第二笔，烂尾账。野村证券去年统计的数据说，全国光烂尾楼就有2000万套。住建部最近出来吹嘘说今年交付了400套，还说什么成绩显著。我算算啊，按这个速度，交付完全部烂尾楼得5000年，这工期比修建10个长城都够了。而且更可气的是什么？这400套里面有多少是真交付，多少是糊弄人的？河南郑州是全国烂尾楼最严重的地方，一共有106个烂尾楼盘，涉及60万居民。他们年初给出的目标是完成6万套，结果到现在也没见他们出来报喜啊！这不明摆着告诉你，这数字都是假的吗？第三笔，债务账。房地产企业现在背着59万亿的债务，这还不算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。你们知道这些债务最可怕的是什么吗？是他们马上就要集中到期了。据统计，2024年到2025年将有超过3万亿的房企债券到期。就现在这情况，你觉得他们还得起吗？2024年的第一场风暴已经在酝酿了。最新数据显示，明年第一季度就有40多家房企将面临债务到期，涉及金额超过5000亿，这里面不少还都是行业前30的大鳄。万一他们真还不上，那可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，一倒倒一片啊！再来看看各个城市的惨状，深圳、广州这种一线城市，今年二手房价格跌幅都超过10%了。杭州湖滨里的一套豪宅，去年挂牌1380万，现在降到880万。跌幅 36%。 上海这个铁公鸡，今年也有不少豪宅项目降价 15% 以上。最逗的是，就在市场一片哀嚎的时候，住建部部长跑出来说市场已经触底，还要推出组合拳。这组合拳号称4个取消，4个降低，2个增加，听着挺吓人。咱们来扒一扒，里面都是啥？第一招说要把白名单信贷规模翻倍到4万亿。金融监管总局拍着胸脯说已经批了 2.23 万亿，年底前一定能达到4万亿。但是央行的数据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今年1季度，全国房地产开发贷款才增加了可怜的6090亿，到了2季度，余额居然还减少了。这不是典型的数字游戏吗？这 2.23 万亿到底去哪了？第二招要搞100万套城中村改造。住建部说，全国35个主要城市有170万套需要改造。
好，就算这个数字是真的，那我问你，今年拆100万套，明年还能拆这么多吗？我特意查了数据，这些大城市一年新增的危房也就3.5万套。你今年把存量全拆了，明年拿什么凑数？第三招更是搞笑，说要取消限购限售，降低首付利率。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限购限售的问题，是老百姓不敢买，买不起的问题。就好比一个面包店的包子都馊了，老板说今天不限购，爱买几个买几个。你说这不是搞笑吗？而且现在 A 股市场对这些政策已经完全免疫了。每次住建部开新闻发布会，大家不光不会期待利好，反而都提前准备好跌停板。这种听风就跌的市场信心，你觉得光靠嘴炮能提振得起来吗？但最吓人的还不是这些表面数据，而是更深层的经济指标。刚出炉的10月份数据简直触目惊心 ，CPI 只增长了 0.3%， 创下6月以来新低，而 PPI 更是暴跌 2.9%， 创11个月最大跌幅。高盛预测说，明年 CPI 可能就涨 0.8%，PPI 要到2025年第3季度才能转正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给大家翻译翻译，中国已经站在通缩的悬崖边上了。从上游的钢铁、煤炭，到中游的化工、建材，再到下游的汽车、家电，整个产业链都在亏损。光是水泥行业，今年前3季度亏损企业就占到 40%。钢铁行业更惨，有统计显示，超过 70% 的企业在亏损。这些可都是房地产的上游产业啊！企业没钱了就裁员。最新数据显示，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 5%。裁员的员工就没收入，没收入谁还敢买房？不买房，房价就更跌，房价跌了更多人失业，这就是经济学上说的死亡螺旋，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。更要命的是人口问题。最新统计显示，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经占到 20%， 到2035年要突破 30%。明年开始，预计每年人口净减少800至1000万，一个省会城市的人口量就这么没了。空置率的数据更是吓死人，按官方统计是 21%， 已经够夸张了吧？但国际机构的统计显示，可能高达 27%。啥概念？全世界平均空置率才 8%， 就连日本房地产泡沫最疯狂的时候也才 11%。有专家算了一笔账，一个中等城市，平均每150个家庭就有40套空置房。而且更吓人的是，这些房子 70% 都集中在3、4线城市。这些地方的人口正在加速流失，房子已经严重过剩，未来房价跌幅可能比1、2线城市更惨。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就像个得了绝症的病人，已经从重症病房进了 ICU。政府的各种组合拳就跟打止疼针似的，能缓解一时的疼痛，但治不了病根。该死的房企都死了，该跑的老板都跑了，就剩老百姓抱着房本在那哭。我给大家列个未来时间表，提前做好心理准备。2025年第一季40多家房企将面临5000亿债务到期。2025年全年房价再跌 20% 至 25%， 3、4线城市可能腰斩。2025年销售额跌到8万亿，只有巅峰时期的 44%。2026年又一波3万亿债务到期潮来袭。2027年如果政府狠砸8万亿，可能，注意是可能，见底。2035年老龄人口占比超 30%， 大量老破小集中抛售。我给大家再补充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，今年前10个月，全国土地出让金同比下降 21.5%， 降幅创历史新高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连开发商都不敢接盘了。
以前地方政府靠卖地收钱，现在这条路都快断了。房地产这个雷早就不是单纯的房子问题了，而是演变成了全社会的系统性风险。银行不敢放贷了，因为坏账率在飙升；企业不敢投资了，因为产能严重过剩；老百姓不敢消费了，因为房贷压力太大。指望出口，那更是想多了。美国通胀才刚有点降温的迹象，欧洲经济也在衰退边缘，明年的外贸形势只会更差。现在全世界都在去库存，中国制造的产品往哪卖？房住不炒是对的，但房塌了可就是整个金融体系的灾难了。现在已经不是炒不炒房的问题，而是保不保得住整个经济的问题。限购现代那会儿，多少人还在抱怨政策太严，现在想想，那都是幸福的烦恼啊。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政府不让你买，而是你有钱也不敢买啊。就连深圳、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，三房总价降到1000万以下的盘都大把在卖，但看房的人还是寥寥无几。告诉大家一个更惨的事实，按照当前的人口形势，到2035年，中国每年净减少的适龄购房人口可能达到1500万。那时候，不光是3、4线，就连2线城市可能都会出现大量鬼城。到那时，现在的25%跌幅，可能都会被人当成美好的回忆。最后说一句大实话，这轮房地产的深度下跌可能会持续10年，甚至更久。除非中南海能想出什么神仙妙计，否则咱们就等着见证历史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。记住一句话，2024年不是房地产的终点，而是新一轮暴跌的起点。且行且珍惜，因为未来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过。咱们下期再见。